各位姐妹平安。我想暑假大家都过得很热闹，尤其看到我们周报上面很恭喜各位，也很羡慕，也可以说很佩服各位，在很多的角度上面能够去为主做工，能够去服事。我最近在做一个课程可能跟你的问题不大，可是有一个标题跟各位很有关系。我正在做张展平老师一门老人学的课。因为老人学当中有一个单元，他谈到一个问题，他谈到同财辅导。这个题目当中谈到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老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最好帮他的是谁？所以同财辅导的这个意思来讲，就是老人家去帮助老人家，效果最好。因为年龄很接近，经验很接近，很多的历程都一样，所以我想各位可以想象到如果在各位的年龄来说，为什么在我们教会要有青少年的存在，让大家同学的年龄差不多在一块，甚至说你的在你的学校生活当中，你会吸引很多人，这个意思就是同财辅导。如果你刚刚话来讲，就是年轻人去帮助年轻人，去辅导年轻人，那个效果是最好的。所以为主做光做盐，从年轻开始，从你这个名字就开始。那如同刚刚牧师所讲的，跟各位一起在这边来分享，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，过得很快，1年多了。那么在今天呢，我觉得对我来讲，对各位来讲，期待我们抱以好像在期中考试的心态一样，来面对今天的题目。因为在今天来说呢，我要把摩西5经做一个结束，刚好一个段落。那各位要体会到所谓的摩西5经这5卷新书，也可以这么讲，在圣经当中的地位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了解，我们所信仰源自于哪里？源自于以色列犹太的信仰。我们的圣经源自于哪里？我们也分享过，源自于希伯来文的圣经。那如果以耶稣时代来说，耶稣常常说经上不是记着说吗？所以你可以了解，在耶稣的时代就有圣经，而耶稣时代那时候所讲的圣经，很清楚的还没有新约，对吗？然后对那个时候来讲，很明白的指道，很清楚的有的记载是什么？就是摩西5经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在摩西5经来讲，在摩西所写的这5卷书来讲，它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。那么这5卷书里面，在我们分享当中，各位体会一点，它的里面属于历史的部分占60%，属于律法的部分占了40%。所以这5卷书里头，你会看见神怎么样把一个家族带出来。他呼召亚伯拉罕，然后慢慢的，他们经过好几百年的过程，然后变成一个大族。在摩西5经要结束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，但是我们上次分享，他们有60万的男婴。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，我把我自己命为第1代。他们第1代当离开埃及的时候，60万。当这一代不争气，当神审判，说你这一代的人要通通倒闭在旷里，然后到你们的下一代才能进到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，我把那下一代看是各位。我也跟各位分享过，那个时间过得很快，哗就过去了。所以摩西5经讲的是这样一段，从一个人开始，到一个家族，到准备进到神应许之地，准备要建立他们的国家的这样一段历史。而在这里面，也再一次的提醒各位，我们今天是以从摩西的角度去回溯这5卷书。各位这分享，我跟在座也提到这样一个想法，我说我们好像今天在替摩西做一个追思礼拜，去追想一下他一生都做了什么。
他怎么样跟弟兄姐妹的接触，他怎么样对他的百姓，我们也来想象我们的牧者，或者将来有机会你去侍奉的时候，摩西怎么样能够做我们的榜样？我们从这样角度来看。所以摩西出生的年代，大概来讲是主前1500年，那到现在3000多年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摩西五经的文字记载离我们3000多年。但如果你会去想3000多年的东西，你会去看吗？3000多年所写的东西还合乎现在的需要吗？这也就是圣经很奇妙的地方。虽然经过这么长的年代，它经得起考验。同时，我们也分享过，我们的信仰当中谈到世界怎么来，谈到人怎么来，也单单只有我们信仰的宗教有谈到这个问题。那你会觉得很奇妙呢？摩西有经过创世吗？答案是没有。甚至各位一个概念很清楚的，《创世纪》最后写到什么？写到雅各带他的家族进到埃及，然后他离世的时候，跟他的12个孩子做了祝福。那个是《创世纪》最后要结束的时候，然后他们留在埃及400多年，然后他们要离开出来，对吗？所以就是说，摩西出生的时候，离他《创世纪》最近的时间隔了400多年以上。他怎么会知道这段历史？所以我们也分析过，也分享过，他是听来，他的祖先、他的父亲一代一代传下来，而摩西把这样在民间所流传，不管从创世一直到亚伯拉罕整个的过程，他把那种文字记载下来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它的价值。如果这样的流传、这样的传说没有记载下来，年代太久了就失真了。就没有，就不见了，可以体会到这样。然后到之后，我记得摩西五经的后4卷书是记载了摩西的一生，他亲自经历过，一共有120年的时间。那么如果说按照《使徒行传》后面所做的路加所做的记载当中，就把这个120年分成了3个阶段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我们所谓摩西3个40年、120年这样的一个历程，不是我们讲，而是在历史当中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他们所做的这样一个分享。谈到第一个40年，摩西做什么呢？他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这个关键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会不会分享到？你可以想象，神的计划多么奇妙。如果摩西他不是被丢在河里面，不是被法老王的女儿捡起来，不是放在王宫里面长大，那同学们问你，摩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很简单说，如果他没有死掉的话，他会是一个奴隶，他一样跟埃及人一样在剪草做砖，终其一生，就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的以色列全部是奴隶，他的父母、他的哥哥姐姐都是奴隶。可是单单只有摩西，因为神这样的安排，所以往往很多事情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好的。他离开他的父母，他被丢在河里，被抛弃了，差点完蛋了。结果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这是前面40年神为他做的准备。有个电影叫《埃及王子》，觉得哇，好棒！他可能搞不好就当了埃及的法老王。有一个概念，各位都可以知道，都可以有一个概念，有一个了解。比如说，英国的王子最近他生了孩子，那个小孩子一生出来，他就是第几顺位的王位继承人，各位可以体会吗？所以当摩西被从河里面拉起来，他成为法老王的女儿的孩子的时候，的养子的时候，他也就是法老王位的某一个顺位的继承人，有这么大一个机会，可以说荣华富贵。可是，在他第2个40年阶段，他认同他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不因为他是王子而忘记他的过去，他去寻他的根，他不去享受所谓最终之乐。
可是很有意思的，他被当时以色列百姓弃绝，怎么弃绝？把刚给我们看。然后呢，他旷野漂流，他先去旷野待了40年。这又是神的另外一个计划，你可以这样想象：如果摩西一直生长在王宫，拥有他的权利，他真的有一天带这些百姓，带这些人去了旷野，带了40年，那个地方鸟不生蛋，我们可以这样讲。摩西也从来没去过。哇，这些百姓到底怎么去？大家都不认识，都慌了手脚。那搞不好通死在旷野。可是你可以这样想象，神让摩西到那地方先去牧羊，先在那边待了40年。真的，如果那个地方他去了40年，在西乃山，神在那边跟他相遇，然后这就是你将来要来的地方，跟他做一个这样的约定，一个这样的计划。当他再去带这些百姓去的时候，驾轻就熟。如果不是神的作为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儿？然后到了第3个40年，他带百姓出来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在红海、在旷野，他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，而这些神迹其实有它的目的、它的作用，我们当然可以看下去。所以，由摩西的一生，摩西所经历到很多的过程，我们来思想摩西5经，也了解、去体会、也去学习这样一个榜样。一个我们看到的，当摩西第一次跟他的百姓、跟以色列人接触到的时候，他事实上是被弃绝的。他第一次跟以色列百姓对话的时候，怎么个环境呢？是他看到2个以色列人在打，被埃及人欺负，他去把那个埃及人打死。而到第2天来，另外2个以色列人打架，他要出来干预的时候，那以色列对他们说：“谁立你们做我审判官？谁立？”以色列人居然问他这个问题，不在乎他这个王子，讲出这么粗鲁的一个话，然后说到说：“难道你要杀我吗？好像杀了埃及人一样。”这个过程也很巧妙的。如果我们想象，如果他是埃及的王子，搞不好他没事儿。可是在圣经当中，你会看过好多回，一会儿他在巅峰，很勇敢；一会儿他会荡到谷底。如果你有印象的话，后来我们看到一个先知以利亚，他能够去大战那个巴黎的先知，好几百人，最后那个皇后说句话把他吓跑。摩西也是这样，这个以色列人为他这么一句话，单单问他说：“你也要像杀埃及人那样杀我吗？”摩西突然讲：“哇，我杀埃及人都被人家知道了，失去败落，结果摩西怎么跑掉了？不太合乎常理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脑筋里放一个这样的概念：当很多事情不太合乎常理的时候，也许你会觉得很意外。但你或许会有从另外角度去思想说，是不是有神的干预在其中？举几个例子来讲，你会看到好多圣经当中的记载，常常发生某些事情，都不是在长子的身上。你经常会看好几次，很多事情跟常理不太一样。所以有个老师在教导的时候说，什么叫做神迹？就是跟自然法则不太一样，就是神迹。像我刚刚提到这样的问题，摩西怎么会就一句话他就跑掉，跑40年，不太合乎常理。所以是不是有一个神的安排在其中？所以他离开他的家乡，借着他的百姓对他说这样，第一次跟百姓这样接触。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提到他被百姓所弃绝？以色列人问他说：“谁派你来？”这方面的很有意思，跟后面有很大的呼应。最后我们看到，当摩西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，他在西乃山上看到荆棘火焰的异象。如果问你什么叫荆棘火焰异象，你要怎么回答？就是4个字：凡而不火。一个很简单的树木，很干燥，一烧，结果会剩下什么？会什么都没有，烧成灰了，对不对？烧成灰了。可那个意象是怎样？它会烧很大的火冒出来，可那个树还是个树，那个荆棘还是个荆棘，很贱的一种植物。
它叫做焚而不毁。那现在长老会，台湾基督教长老会的一个标志就是焚而不毁这个标志。所以他就问神说：“你是谁？”如果以色列问我说：“谁？你是什么人？”用我们最简单的话说：“上面哪忘白。”所以真正弟兄姐妹有个印象，要有这样一个概念。当神这一次去找摩西的时候，摩西真的不认得他。当神把以色列百姓放在埃及430年，做了这样预言，你们要为人做奴的时候，这400多年没有出现过。可是以色列人他的哀求的声音达到神的耳朵，神听到，所以神要来准备按照他的救赎来救赎他的百姓。但你有个印象，摩西并不认识神，所以他真的问出一个这样的问题。结果神告诉他说：“我是自由的人。”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当中就有说到，神是不会改变的。到亿万年，其在、今在、永在，亿万年以后也是一样。我们怎么敢这样说？因为神自己说，他自己介绍他自己，他是自由人的。所以摩西这个问题是一个大灾问。历史上就这一个人跟神这样的接触，然后问神说：“你是谁？”所以神介绍他自己说：“我是雅威。”我们后面提过，怎么样翻成以色列？摩西的奉差遣，他被神呼召出来说：“你去带以色列百姓出来，你跟法老王说很多的事。”你会想象哈，我不知道你在想象如何。我们看了很多童话故事，如果当某一个人被神挑到去做某件事，我觉得哇，好有力，我好荣幸，我们去做这样的工作。就当摩西见法老王的时候，有很顺利吗？没有。法老王马上去给他，我不认识你的手，你想带百姓走，门儿都没有。就我形容摩西的时候，哭着来找耶和华，很沮丧跟耶和华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苦待这些百姓？就是为什么这样对我呢？这样的情况，你干嘛叫我去碰这种经典？”所以他对神也有怀疑。我们真的可以这样讲：当我们真的要出来服侍神的时候，真的要出来为主做工的时候，存着一个心智是为主受苦的心智。可是有很多长辈教导我们，所谓这样的心智，不是去找苦头吃的心智。如果你有看过的电影《达文西密码》，会看到有一个教派，他们就用鞭子打自己身上，像耶稣一样，鞭打在自己身上，去苦行。但是我知道我们不是这样，有受苦的心智。因为告诉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这世界是跟我们对立的，有这样的心理的预备，为神做工，不是那么样的容易，就像摩西这样。可是呢，后面当神交代摩西这样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常讲神要你做什么，我们常会说一句话说他会负责到底，对吧？当有这样呼召的时候，神说摩西你去，你做你挺。你想办法，什么是你自己负责？真是这样，不是的。神时刻与他同在，与每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与你同在，所以你才带有神的能力。摩西就是这样。所以当他去的时候，神做了什么回应？所以告诉摩西说：“我是耶和华。”跟摩西说清楚我是谁。然后呢，他跟摩西讲。我行这件事情，你也很清楚的。我让你带百姓出埃及，我们做出这件事情来，我们将来会有个带百姓出埃及这样的一个结果。这个结果是要告诉你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我是你们的神，我对你们负责任，我才带你们出埃及。如果你们跟我没有关系，你们就在埃及做奴隶。了解这样的神跟他的选民之间互相的关系。然后对他的敌人来说，如果诗篇当中你很熟悉，23篇说：“我在你敌人面前为你摆设筵席。”那是什么一个场面？大军压境，哇！你的敌人都在你对面，可你在这边干嘛？你坐起来吃喝快乐。神为你摆了一桌宴席，让你好好在这边吃饭。天天，我与你同在。对你的敌人来说，他有一番作为。神出手攻击埃及人，有人会问说：不是都是神所造的人吗？
难道神不爱他们吗？就要去攻击他们，为了你吗？神告诉摩西的答案说：让那些埃及人就知道我是神。以我们现在话来讲，让那些外邦的人知道你所信的是真正的神。体会到这样的话，他对他的仆人清楚的说明说我是神。对他所带领的百姓，我们将来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请你记得，因为是耶和华的神，所以这件事情才会成就。对他的敌人来说，我行了10灾，为什么？为了让你的敌人知道说你所信奉的是真神。所以神不是说你去就好，而是他时刻与我们同在，他陪着我们去。之后看到红海的边上。红海到底在哪里？现在还是搞不清楚。可是只有很清楚的一点说，要出埃及，要去牛奶与蜜之地，可以不经过所谓的红海。以色列不必说要过这个海，才能够跑得掉，不需要，不需要临到那么大的场面。哇，前面是大海，后面是追兵，以色列说我死定了。摩西啊，你放在埃及吧，我还不会死，在我这边死在河里面。那神为什么要行这样的神迹？这个神迹非常有名。当摩西很多的电影，那些卡通，那个战往海里头一插，海分开过去，然后当埃及追兵过来，海合起来，风淹死在里面。这么大一个场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场面？当这件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，摩西跟百姓说：“你们看，今天耶和华要为你们征战。”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？你听到的都是别人讲到的神，别人告诉你说那个神多么样的伟大，可是你亲身经历过，为你这样的问题。所以真的，我们也是互相勉励一点。常常讲说，当出去宣教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姐妹写出很多的见证，都这样说。当教会带领出去宣教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姐妹回来分享什么？他说学到最多的是我自己。我真正在那宣教的场合看到那个神迹，看着我传讲出去的话语带有那个力量，我能够去感动那些我所接触到的人。哇，我觉得神太伟大，你亲自接触到。所以当红海这个神迹的时候，你想，你如果是以色列的百姓，你看到那个海分开，你从那海的中间走过去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你觉得神在为你征战。所以当这件事过了以后，形容他的百姓是怎样？百姓敬畏耶和华。当你经过那样一个我们所谓的震撼教育的时候，你会非常的震撼，非常的敬畏。然后圣经上也说，又幸福的摩西，神赋予他这个他的仆人的一个地位，可以体会到这些。然后后面我们看到进到旷野有征战。这个图片也希望各位看到这个图片。当他们跟所谓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，约书亚选了一些壮丁在山底下打仗。各位要体会，他们的仗打起来，在我们现在的光看是包输的。亚玛力人是蛮有组织的一个蛮强大的一个民族，甚至以当时来讲，他们手上拿的是铁器。这些人刚刚离开埃及没多久，他们拿的是什么？最了不起，可能拿的像那个猪八戒拿那样是一个耙子，可能多半最多拿的木棍，在赶羊的、赶牛的这些器具而已。等于说，你拿着这些最落伍的东西去跟人家那个削铁如泥的刀，跟他在打仗，能够赢吗？打不赢的。结果这时候摩西在山上，手举起来比赛就赢，手放下比赛就输。真的也代表着神带领他们征战。可是，如果你是摩西，或许我是摩西的话，我会对百姓说：“你看，都是我，你看我法力多强，我手一举你们就赢，我手放下你就输。”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很好玩，有电动门啊，有自动门。我这个儿子还很小，走到电动门前面打个掌风，哎，一伸掌，那门就开了。你可以想象，因为这电动门当一个去开，他手一松门就关起来，好神啊！
然后把他妈过来看我，看他表演。你想，如果摩西也抱一个这样的态度，他会去筑一个坛，他会把这一切的荣耀通通归给神吗？所以到今天来讲，耶和华尼西，我们听到我们知道，那是代表他是我们军队的元帅，耶和华是我的军师。我们在我们附近有惊奇教会，他把一切的荣耀通通归给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记得，当你服侍神的时候，你不要搞错了，我们都是神的器皿，神透过我们去做他需要我们去替他完成的事。做工的是谁？在我们今天来讲，我想弟兄姐妹可以答得出来，是圣灵在做。你也被圣灵感动，而圣灵透过你又去感动了别人。一切荣耀归给耶和华，所以千万不要去失上耶和华的荣耀，或者掠夺了耶和华的荣耀，那个罪比什么都很大。然后我们看到他跟百姓立约的过程，他是让百姓自己有个选择，你们愿不愿意与神立约？所以当你在受洗受浸的时候，耶稣问牧师问你说你愿不愿意？你回答我愿意。了解神对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，你可以选择与他立约，你可以选择开始不跟你没关系，你的选择，注意到这是自己的选择。然后再看到，当摩西为百姓带球的时候，我们曾经分享过，他带球从3个角度为百姓去带球。那这个地方呢，给我们构造很好的榜样。那这边我不想不说的太多，但是我们记得，当我们为人带球的时候，有3个角度是我们可以掌握住的。第一个角度，记得跟神说道：当初你答应我，当初我是为何做这件事？同样的，我们前面讲，你既然有答应我，既然有应许，我遵守，也请神负责到底。然后第二个谈到，为了神你自己的名声，神啊，我承认，我在任何人面前承认我是属于你的儿女，不要让人名受到了屈辱，让人家看到我，因为我信仰你，因为我尊你的名为圣，所以我的结果不一样，为你自己名的人。然后谈到神自己的属性，这个属性在摩西五经当中提到很多次。那我想我还是在这边再一次跟各位的强调，神的属性是什么？我不要念那么多的经文，但这十字架，它是左右两边，它是一个平衡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记得，纵的这个方向，直的这一根，代表神跟人的关系，神跟我有关。而这个关联是什么？就是十字架的两边，记得它是平衡。一边我们会说他是慈爱的，他爱我，因为我们他所创造，你会说出非常非常多他爱我们的道理。可是他是不是溺爱我？是不是你做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喜欢？不是，神会管教我。他是有怜悯，有慈爱，对他有威严，他有审判，他有公正，有公理。我记得他是一个平衡的神，任何的属性，不要去试探你的神。OK。然后再一个提到神跟摩西的关系是怎么样？说到摩西所说的一切的话，都是照神所吩咐，对他是神的带领。然后看到经文当中会提到说，他跟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朋友。对任何圣经当中再找不到第二个人是这样。然后再往下看到，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。记得跟各位提过一次这样的一个画面，这是圣母的像，一个摩西的像。知道我觉得哪一天也许我会做一个有奖征答在这个当中。如果能答得出来那2个角是什么意思？
你心目当中知道吗？还有印象吗？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脸上发光。可是翻译的经文当中把这句话翻错了，把这个脸上发光翻译成从山上下来后头上长了2只角。所以当这个像在被雕塑的时候，那个雕塑者就把这2个角给雕出来，放在圣母的教堂，也可以说是很美丽的误会。但是摩西事实上不应该是这样子，你看所做的这样的情况。所以这个 pass 的问题，我们就在新约里头来提到。然后这边呢，当摩西求告要与神同在的时候，当以色列人犯了金牛犊的罪恶，神说：“你们去了，我不去了，我不与你同在。”这个话对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讲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时刻的祝福。我最近走过很多中国的教会，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最容易看到的4个字，写在墙壁上，以马内利，什么意思？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这个是整个信仰的一个中心。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很有力的时候，觉得我们充满信心的时候，为什么？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当神说我不跟你们同去的时候，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摩西恳求神把你的道指示我。因为你们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为什么读圣经？你可以这样讲：神啊，求你把你的道指示我。神会回答你说：我的道都在圣经里，请你去看。请你因为读经而跟神更有亲近。所以摩西当求把他的道指示你的时候，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？真的，我们记得这样的结果。第一个，他说：“让我可以认识你，然后在你眼前能够蒙恩。”我们把这样的道理放在我们的读经上面，去想象摩西，他跟神面对面，像朋友一样。他看到亲戚活跃的异象，他问神说：“你是谁？”没有任何一个人历史上有这样的经验。所以他求神把他的道指示他，让我可以认识你。连摩西这样都这样的去求神，那何况我们？然后求神想到这些名是你的名。当你读经，当你祷告，当你跟神有互动的时候，你才有一个资格说我是你的子民。记得我们的神是愿意跟我们互动，千万记得这个。然后再说到结果，耶和华回答他什么？耶和华说：“我亲自与你同居。”他答应。后面这几个字很有意思，使你得安息。他对他的仆人说：“我与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”让他的仆人很安心的去侍奉。我们每一个做主的人都求神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能够安息，很平安的在神的里。然后我们看到经文当中有一段提到说，摩西举起千盒，那这段很快的带过去。我们看到他祈求神的灵，神答应他把他赐给的灵分享到70个长老身上。你可以想象一点，如果是你，如果我们在现在电视上看到很多会做法术的人，自称会做法术，你会希望什么？如果是我宁愿的法术只有一个人，别人都不会，非我不可，那我可神仙。可是摩西怎么说呢？他愿意神的灵降在每一个人身上，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开口说话，都能受到圣灵的感动。可以看到他对每一个百姓，每一个属神的子民，他造就，他成全。所以你要记得一点，我们神的爱是分不完，越分越多。记得一个概念，什么叫5饼2鱼的神机？你会想象，怎么可能？那个饼再大，怎么会吃完的时候越分越小，越分越没有？怎么会饱5千人？那代表就是神的爱。那个爱不会因为说我爱你多了，我这个爱就变少了。
我纷纷就没有爱，爱是这样，不是，越分越多。所以摩西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被神所造就，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能为，因为他的侍奉而能够得以成全。这是一个牧者的心智，牧者一个非常广大的胸襟。然后我们后面很不幸的看到所谓的10个探子报告恶讯的时候，派了12个探子出去，2个说啊不要害怕，我们可以去；另外10个说，哇他们大的跟巨人一样，我们小的好像小蚱蜢。当说出这样的一个亵渎的话的时候，摩西这位牧者匍匐在会众的面前，你可以想象。我们的牧者匍匐在我们面前，难道他有错吗？他在我们面前认罪吗？认错吗？不是，他为我们觉得伤痛，他为他的百姓而伤痛。这是牧者的一个胸怀，这是我们所能体会的。他为悖逆的百姓向神来恳求，所以恳求当中再次的提到神的属性。这样的一个属性在摩西五经当中出现以后，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套句，配套的句，它会在很多经文当中出现。所以有很多人提醒我们，很多的属灵前辈提醒我们，当你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只传一半。所谓的成功神学，你只要信神的话，你的病就会好；你只要信我们的耶稣的话，你一定做生意会赚钱。这应该打个包票。所以传福音是传一个所谓全备的福音，神的恩典、神的慈爱、神的审判都要传。所以你看到最可怕的一句话说：“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”有时候我会用一个比较白的话：你睁眼闭眼，你假装没看见。但请你记得，我们的神不会假装没看见，他不会说你犯了罪，他当作你没有犯。所以你说我真的犯了罪了怎么办？我不小心我触犯怎么办呢？很清楚的教导，认罪悔改。在神来讲，没有罪大到他不能宽恕、不能饶恕。我们有耶稣基督做主，记得这样的概念，神的属性。那后来你也看到，当其他的会众所谓可拉一党去触犯到摩西的时候，摩西的祈求，他告诉这些百姓说：“我做这一件事不是我的意思，我是行耶和华的旨意。你们这样的怀疑我，这样的所谓污蔑传道人，结果摩西恳求神做一件新事，来处罚这些人，让这些知道说，真的有耶和华是支持我，我是在行耶和华所要我做的事，证明这件事。有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怎样，这件新事上地裂开，那些人掉在那个缝里，掉在地上不见了，不是死而已，是从来没有人这样死过。了解吗？这样一个新事，非常重的一个处罚，代表着神。记得这一点，神护卫他的神。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团体里，当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我们的传道者、我们的牧者一定是走在我们前面，带领我们，不要逾越过我们自己，不要说我冒犯的话，不要做我们所不该做的事情。记得神护卫他的国，这也是神对他仆人的所一个承诺的，是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伦理。之后很不幸的看到摩西犯罪，当没有水的时候，神吩咐他说：“你吩咐磐石出水。”摩西击打磐石的下来。真的弟兄姐妹，如果在我们的从人的眼光看起来，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，我觉得说：“哇，神啊，你说的太过头了吧？”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你们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。”我老天啊！摩西服侍了几十年，就这一件事，神给他这么大一个罪名，说你不尊我的名为圣，所以
你不得进入我应许之地。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？真的凭良心讲，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？我好替摩西觉得委屈。可是这个后的结果是怎样的？我们往下看，亚伦死在旷野，没进去。后来摩西自己，他恳求神，他说：“求你容我过去，求你让我过约旦，让我能够进到流难营地。”你想，如果你是摩西，你会不会想去？一辈子的追求，给你这样大一个使命，而且我也说一个后话很有意思，这个事情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难呢？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很难，摩西搞了40年还没进去，可是后面我们看到，当约书亚去的时候，他的徒弟约书亚带着百姓过约旦河，3个月。战无不胜，一老家人立马下来。我如果是摩西在天上看，哇靠，我气死了！我40年没完的事，我的徒弟3个月都搞完。所以你说，如果你是摩西，说神呢，你跟我开玩笑吗？你呼召我出来，跟我搞了40年，然后不让我进去，我看得见我进不去，你能不能让我去？结果神不答应，神没有答应他去。可是摩西他的胸襟来讲，这边看见，如果我是摩西，我可能甩头就走了，一走一曲，挖半曲，然后我过来。可是摩西恳求神说：“愿你第一个人来治理会众，不要让这个整个的会众像没有牧人的羊群。”又看到一个牧者的胸襟，也许各位还年轻，体会不到，可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。如果你在一个单位里面，你被人家这样排挤走，你还能有这样一个胸襟，为这个单位祝福，那真的大家都祝福，真的是一个圣人。我想很多有一点工作经验都碰到类似的情况，但你们看到摩西的反应是什么？摩西所做的顺服，他在这里表现的真的是顺服。然后再往下看到摩西临终的时候，他提醒他的百姓好多的事情。但他勉励他的百姓，勉励他的徒弟约书亚干，要刚强壮胆。刚强壮胆最大的勉励是什么？不是靠你，不是靠你比我厉害，靠你的聪明智慧，不是，是靠谁与你同在。弟兄姐妹也是一个这样的概念，也让我们记得这样的。我好像也跟各位举过这样的例子：2军打仗，拍电影，拍到我祷告神啊。明天让我获胜，让我一枪打死。镜头一转，转到另外一边，那个人做同样的祷告，神啊，请你保佑我，让明天死的不是我，是他。你会不会想说，这个如果当这个神很难呢？我到底该帮哪一边？所以也有一个笑话这样讲，说在打比赛的时候，体育场上比赛的时候，打棒球、打篮球、踢足球，说神是中立。神不管哪一边，2边都在祷告，所以很多人祷告会说，没有祈祷他赢，没有祈祷我球队赢，只希望说让我能够好的发挥，能够很公平、很公正的完成这样比赛。我觉得祷告是很合理。可是要记得一点，所谓神与我同在，不是说我今天出门，管我到哪里，神让你都跟着我来，你都跟我作伴。我去哪个地方，去一些不当的场所。你帮我在门口帮我打工一下，不然你来找我。神是这样替你这样做吗？不是。所以我们稍微调整一下，当祈求神与我同在的时候，是你祈求说：“主啊，让我站在你的那一边，让我选边站的时候，让我选择对的地方，我站在我该站的位置。” OK。希望我们把神求神有同在，我抱着这样的态度来看。然后这边呢，真的就看到他临终，他对他的整个的民族祝福，他所表达出来是4个字：至死敬重。真的，当第一次接触这4个字，我很不禁的想到我自己的公司，所摆上一辈子的服侍。把所有自己的精力、智慧
青春奉献在弟兄姐妹，奉献给神，至死尽忠。这个也期待，也是要求我们自己，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，做一个永恒的投资。了解这一点。摩西要死的时候，他到了一个山叫尼波山，按照经文所描述的是在约旦河的对面，在这个山上，神带他到山上，可以看到牛奶与这整个地方。哇，可是很欧的啊！你看得见，可是你去不了。神清楚告诉摩西这么一个角色，结果呢？真相是讲说，他丈人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涣散，没有一个老的样子。真的所看见，我形容安息主高。他不是老死的，不是病死的，真的是被神所接走。可是很有意思哦。后来也有指经学家也做了这样比方，说摩西到底过了约旦河没有？如果有人问你的问题，你会怎么回答？这边看起来神没让他过去了。如果先问你说摩西到底有没有过约旦河？后来经文当中有，哪里看到？当耶稣上到山上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在下面看到耶稣相貌变了，看到两个人在他旁边，看到谁？看到摩西跟以利亚。所以摩西过约旦河没有？按照这角度来看，摩西过约旦河，神没有回答。OK， 好，我们看到摩西终其一生为主做见证。了解我们思想一下啊，我们思想这个角度。他见证了什么？见证了绝对主权的神。三个方向，我们来思想。第一个角度，他可能是一个离死半步的希伯来的婴孩，非常不值钱，命非常贱的一个婴孩，丢在水里面，丢在篮里，随着水飘就飘走，随时可能会死掉，对吧？可是结果呢？他活到120岁，本来生下就要死的。活到100，为什么？因为有神。然后你会看到，他本来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奴隶，他一定是个文盲，他没有机会念书的。如果他是奴隶的话，可是他变成5经的伟大作者。这几个字可以去体会一下。世界上这么多的书，这么多的作者。有没有哪一本书比圣经来的伟大？没有，天下第一书是圣经。有没有哪一个圣经的作者比摩西还伟大？或许会说保罗，他写了很多。可是摩西所写出来的，它的分量、它的重要性，如果没有摩西5经，真的就没有我们的信仰，真就没有留下任何东西。可是要想到，他本来是一个奴隶。然后你会看到，他本来是一个流浪汉，他本来旷野漂流，他一个人跑去牧羊，搞了40年，结果他带领100万人进迦南地，他漂流旷野，这样多大的能力，对吗？然后你会看到，他本来是一个凡肉体，我们说讲一个凡人，一个平凡人，可他跟神面对面的说话，像朋友一样。在这么多的角度，看到摩西这么大的表现。他见证的神是非常不一样，他也告诉我们说，神是圣主。所以始终我们弟兄姐妹记得4个字，我们所信仰的神，4个字常常提醒我们，他是圣洁的神，你可以体会，他是完全。第二个角度，他是祭邪的神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，第一条诫命。所以我们的神是圣洁、祭邪。当你信了他，就是信一辈子。OK。在我的角度，后面我们看到这一点，我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。我提到了8个字，在圣经的信仰当中，在以色列的信仰当中，在摩西的事情上面，我们看出一件事：神就是神，人就是人。这8个字我体会是什么样的意思？你会想象，如果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旷野漂流40年。最后，他带以色列人进了
迦南地，它会变成什么？它会变成如何？后面跟各位看一下，他至少他已经扮演了4种角色，他是先知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君王，他是审判官。在他的旷野漂的过程当中，他已经是这4个角色，而这4个角色呢，在圣经当中过去没有的，都是从摩西才开始设立。你会想到，如果他是中国人，他会比我们现在讲的妈祖来的伟大，比关公来的伟大，比孔子来的伟大。所以会有一个什么？以我们的信仰会有一个摩西庙，我们会去拜摩西去。所以你会看到圣经当中好多类似这样的人，神用他作为一个器皿，来服侍神，来服侍当代的人。你会举到好多的人，神透过人来去行他的所谓很多的神迹。OK， 可是只有一个程度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没有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所谓涅槃的观念。当你多少轮回以后，你就升官变成佛，变成神了。所以在摩西的身上，用怎么去体会这样的一个思想、一个概念？神就是神，人就是神。所以当摩西离世的时候，他做了2件非常棒的事，也是在我们一个团体当中，我们很需要去模仿、去效仿。一个，他带了一个非常好的继承人，他带领了约书亚，他求神赏赐一个人，他把生平所有的跟神的接触，他本事都传给摩西，都交给约书亚，勉励约书亚，刚强壮。然后他设立了所谓的律法，神通过他所学习到埃及一切的知识，变成了文字，变成了律法，使得整个以色列有组织有制度，能够去建立他的国家，一直影响以色列到今日，甚至影响到全世界。这是摩西的作为。所以最后呢，用诗篇90篇，神的摩西的祷告，我用这样的他自己的话语，他自己的所谓的遗嘱临别的结尾式上的话做一个结束。他先说了：“主啊，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。”你要了解，摩西有居所吗？有。耶稣经文上写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摩西有居所，没有，旷野漂流。跟他体会到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。承认神的主权。我虽然是这样跟你面对面，这样的一个有地位，可是你才是我世世代代的居所。比方说，所有的日子都在你的正路之下。哇，比如说神好凶啊，可是神是圣洁，要求你是圣洁。你经常是在一个悔改当中，当然你不对，你就是悔改，这是我们一个权利。然后你会看到我们所经花劳苦愁烦，这样就过去了。人是多么样的微小，想象摩西的心里，一辈子的辛苦，最后说神说你不可以去，他就是不可以去，劳苦愁烦，转眼过去了。可是他的体会，他也勉励我们，勉励后代所有的人。看到那个求，你就知道是一个祷告。以他一生的经验，他求什么？求神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年岁都不长，把握自己能够服侍的年岁，能够为主做工的年岁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要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？使我们得一个智慧的心。我们后面当你在读诗歌智慧书的时候，你的智慧是什么？就是帮助你去选择你人生的道路，有一个智慧的心。然后另外一个求什么？早早保得你的慈爱。我们在新约当中，很多人会去读那一段的时候，说有人早上就进了葡萄园，中午才进，晚上才进，得到一样的工价。你会说，哎，那我就晚点进去。所以很多一个概念说，我要到死的时候才找牧师为我祝福，我才受洗，我一样上天堂。
哦，前面就吃喝玩乐随便我。可这句话告诉你，也勉励你自己，早早保得神的慈爱，而在那个慈爱之下，我们才能够一生欢呼喜乐，不会吃亏的。摩西的一生，他真的体会不会吃亏。最后，他为他的子民祝福，他也告诉我们说，神为我们所坚立的功，这个功还没完，我们是成是败，都在神的手上。所以弟兄姐妹记得，摩西五经最重要的一个结论，最重要的告诉我们是什么？是要求与神同在，才是一切的保护。整个摩西五经，整个的摩西一生的体会，神所经历的功才能够成立，不然我们一切都是枉然。愿我们这样的经历，请服侍我们自己知道。一起来感谢主，感谢你，主再次让孩子主我们在这么宝贵的时刻，带领我们走过摩西他所留下来这个宝贵，但却是在我们圣经里面如此充满了认识神的许许多多，这么多的真理，让我们认识神的属性，让我们知道本人我们的角色，更让我们认识这一位伟大却爱我们的神，也为我们预备的道路。是的，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实在感谢你，我们生命实在是不长，但是当我们学像摩西，仍然全然用他在地上你所赐给他的日子，全然的在主你的家中来集中。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可以学像主你所选召的仆人。虽然你赐给我们有不同的年日，但主我们都愿意说主你来成全我们，愿我们的生命被你来成全。我们知道我们愿学像摩西，主我们愿忠心，但是主我也深信主你要使用我们，使我们不轻看主我们这弱小但是却是非常宝贵的生命，可以被主来使用。天父，我们为我们领受的话，你所留下来的宝贵的这5卷非常宝贵的经典，使我们得以认识我们的主，认识这位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我感谢你，主，愿主赐给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话，也愿我们早早的保得主的慈爱。我要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为每一位我们住在这里的年轻人，使他们愿意早早的保得主的慈爱，一生一世跟随我们的主。父，我们仰望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，为主赐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，使我们有恩典来遵行你的道，遵行你的道。让我们把生命，把我们的一生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来使用。所以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，我们如此的感恩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